As many of you know, just over 4 year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EC filed its lawsuit against Ripple. I'm finally able to announce that this case has ended. It's over. 就这样 ，Ripple 的 CEO Brad Garlinghouse 亲自出面说了 ，SEC 决定撤销上诉。这也意味着呢，这一场持续非常久的官司正式落幕了。说真的，4年过去也太快了，感觉昨天才刚刚开始，结果现在就收尾了。当年 SEC 的主要控诉点是 XRP 是证券，也就是他们觉得 Ripple 发 XRP 属于违法发行证券，整个事件就从这个点炸开的。但是现在这个观点被法院否掉了，直接翻盘 XRP 不是证券。那这个结果对 Ripple 来说当然是超大的好消息了，但不止于此，对整个加密圈来说是重大的利好，因为这个判决不只是对 Ripple 赢了官司，而是帮整个行业立下了一个标杆的案例，有望加速推动更明确的加密法规立法。不过我们也不要太快跳全局，从全行业 zoom in 回来，具体对 Ripple 和 XRP 的代币本体来说，这场胜利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接下来仔细的聊一聊。那么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用户，想要使用 Bybit 的交易所的话呢，我这里有一个方法。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手机的版本。那 iPhone user 的话呢，我是使用 Quark VPN， 完全免费了，只是需要等待广告而已。那 Android 的话，相信你在 Play Store 打上 VPN， 会有很多免费的 VPN 让你下载。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开所有被禁止的 IP， 尽量避免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美国这一些。大家可以使用日本、台湾或者其他支持 Bybit 的地区 IP。如果 Quark VPN 一开始你连接不到你要的国家的话呢，你可以一直 on off 直到你连接到你的国家为止。那么电脑版本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到 Google Extension 这边下载 VPN。那我个人呢是使用这个 VEEPN。那这个 VPN 呢是免费的，可以选择很多国家的一款 VPN。那现在呢是还没有打开任何的 VPN，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把 VPN 给打开。我选择是在法国的 VPN。那打开之后呢，我们刷新一下。那一旦刷新之后呢 ，Bybit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那一旦登录之后呢，你是可以把你的 VPN 给关掉的。在使用的期间是不需要打开任何的 VPN， 也就是说，只要你成功登录之后，就不需要再一直使用 VPN。如果你的账户自动 log out， 你再重复一样的操作就 OK 了。那 Bybit 的 App 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下载之后点击我的链接注册，或者是在 Bybit 的 App 或者是网站点击注册之后，在 Bybit 的 Referral Code 输入23814，这样就 OK 了。那新人可以获得免费的40 USDT， 20 USDT 是体验金， 20 USDT 是现货，你只是需要 deposit 100美金就可以获得这个优惠了。那么现在 Ripple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是要冷静的看清楚。虽然 Ripple 的 CEO 在活动上激动的宣布 It's over， 但是其实 SEC 的官方还没有正式确认这个事情，也就是说 SEC 还需要内部通过一份正式批准的文件，才能够让整件事情盖棺定论。不过根据知名的加密货币律师 John E. Deaton， 他是之前 XRP 的持有者的代表律师，他说道，他确认了 Garlinghouse 的说法是属实的。这位 John E. Deaton 在圈内非常有名，说话也是非常靠谱的。所以呢，这个还没正式写下来，但是基本是这样的状态，大家可以当半垂死了。再加上 Ripple 的首席法务官 Stud Elderoty 也在 X 发了帖，说他们确实收到了好消息。所以呢，基本可以说，虽然法官还没有来，但8-9不离10了。不过这里插一个小细节， Garlinghouse 这一次是特意选在纽约的 Digital Asset Summit 的峰会上抢先开口，多少有一点想要带节奏的意思，抢在 SEC 官宣之前主动塑造叙事。那目前还有3件事情悬而未决。首先 Ripple 还欠 SEC 1.25亿美金的罚款，那这部分是之前法官裁定的，不过现在 SEC 自己撤回了上诉，那 Ripple 呢是有机会重新谈判这个金额的，很有可能会砍一刀。那这个呢就有一点像对方本来要告你，
告着告着突然说算了，我不告你了，你自然就会有更大的议价空间了。第二就是 Ripple 呢在去年对 SEC 发起的反诉还在进行中，不要以为只有 SEC 会告 Ripple， 那去年的10月份 Ripple 也反手来了一发 Cross Appeal， 而现在 SEC 急着收场，不过呢 Ripple 继续追打，很有可能也是怕这个反诉把他们的权限打了一个大洞，尤其是对后续类似的案件影响很大，所以呢这个点也增强了 Ripple 的谈判筹码，更有可能在罚款的金额上取得优势。那第三点，法官虽然支持 Ripple， 但是还留了一手。当时那个支持 Ripple 的法官 Annalisa Torres 虽然判了 XRP 不属于证券，但他也下了一份禁令，禁止 Ripple 把 XRP 卖给了机构投资者。那为什么呢？因为法官认定你当初卖给机构时是违反了美国的证券法的，所以虽然你可以继续在交易所卖给散户，但如果你想要做机构私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行。Ripple 可能还会继续去谈这个禁令，争取豁免或者是修改条款。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XRP 的价格走势。那在这个大结局的新闻一出来啊， XRP 是马上拉了一波，想必大家也不会觉得意外的。价格从原本的 2.3 美金直接冲到了 2.6 美金，短短的时间内拉了18%。那虽然在 Crypto 的世界这不算是什么大新闻，不过呢涨一点点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接下来 XRP 能走到哪里。那在 X 的平台上有一个挺有影响力的分析师 Ali Martinez 发文说到 XRP 是有机会冲到15美金的，另外一个 TA 更加的猛，直接喊出了19美金。那简单的算一下，这大概是6到7倍的上涨空间。那我们再往上看一下，还有人直接喊单38美金的目标价，他说这是根据 XRP 7年上的双底再加上上升三角形的形态算出来的。更夸张的是，还有人直接喊出 XRP 要到100美金。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想要在短期内达到100美金，挑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原因很简单， XRP 目前的市值已经非常大了，要冲到100美金，必须要有天量的资金流入，全世界的机构来接盘那一种级别，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那现在 Ripple 虽然解决了官司，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问题的存在，那就是法官的禁令还在生效中。这个禁令的意思就是 Ripple 呢不能把 XRP 卖给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所以就算机构想要买，也是要等等看局势的明朗化。而且就算禁令解除了，机构的动作通常都是很慢的，不像 Meme 这样的投资想要买就能买的，他们的内部流程超级复杂，要通过风险审查、法务审查、董事会批准之类的流程，动不动都要几个月起步的。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我的结论啊。那 XRP 有潜力在未来涨得很多，甚至是可以走到15美金、20美金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肯定不是明天或者是下个月。那100美金的话呢，不是说不可能，而是不是这轮牛市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真心相信 XRP 的价值，那你就要有长期持有的耐心。而就现在来看的话，情绪面、技术面、法律面都变得更好了，可以说风终于开始顺了。那你觉得 XRP 会在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涨到什么价格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讨论。那想要继续聊天的朋友，也是可以进入我的 Telegram 或者是 Twitter，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XRP 能不能变身回家。